上一讲呢，我们介绍了日本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个文明时期：神文时代和弥生时代。当时的日本无论是在物质文明上，还是在精神文化上，都深受大陆文明，特别是中国的影响。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这种影响在日本达到的一次小高峰——大化改新。日本历史发展到7世纪中叶，也就是中国隋唐时期呢，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。因为当时的日本天皇年号大化，所以呢，这次变革也叫大化改新。这个大化改新有多重要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把日本整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呢，强行向前推进了一级。有的学者甚至形容说，这一步相当于日本从西周时期直接迈入到隋唐时期。这种说法可能有点过但不管怎么说，大化改新绝对是日本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变革。纵观整部日本史，能和它相提并论的只有1200多年以后的明治维新。那这么重要的一场变革，它到底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改变呢？要说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知道一下大化改新之前的日本是什么样的。当时在日本的本州岛也就是日本列岛中最大的岛上，有个王国叫做大和。后来日本人管自己叫大和民族，来源就在这里。这个王国的势力呢越来越大，最后统一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。但是这样一个国家呢，在政治结构上还保留着相当原始的氏族制度，也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世家是主要的政治单元，政权由他们共同把持，而底层老百姓呢，则分别属于这些家族。说实话这种结构和我们中国的西周确实有点相似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日本最高统治者，也就是后来的天皇当时还被叫做大王，和中国的周天子呢也有点像。他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，实际上只是贵族中最大的一个，地位远远比不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皇帝。在大化改新之前呢，日本的天皇基本上处于被架空的状态，一个叫苏我氏的大贵族世家把持了朝政。但这个时候，有一批皇族和其他贵族的子弟呢，从中国学习回来了。他们这些人对隋唐的制度已经比较熟悉了，回国一看这种状态，就完全没法容忍。君臣关系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一定要改变。而且在这些人看来，日本之所以落后，就是因为天皇手里没权。所以呢，这些人作为中坚力量，先是搞政变消灭了苏我氏，然后呢，推出新的天皇，搞大化改新。你看这就是大化改新的背景。那既然是这样一个背景，那你也能猜到，这场变革最主要的内容肯定是改变日本原来的政治结构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要把天皇抬起来，把贵族压下去，让日本呢也走中国隋唐那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模式。好，那具体怎么做呢？大化改新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变革。我们先来看政治当时日本在政治上做了2件大事，一是仿效唐朝，废除原来的氏族制度，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官僚机构，官吏由天皇统一任命，同时呢，按中国的州县模式，在日本划分行政区。你看这不就是把权力集中到天皇手里了吗？第二件事是仿效唐朝的律法，建立新的完整的法律体系，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、天皇和贵族之间的上下级关系。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公元8世纪初颁布的大宝律令，正是这个法律把日本原来的称呼倭国正式改成了日本，同时呢，也正式明确了天皇这个称呼。你看这大化改新相当于是重新构建了一个国家。除此之外，当时搞变革的那些人也知道，不能光改政治结构，经济上也要变。我们前面也说了，日本的贵族呢，不光有自己的土地，还有自己的老百姓，这样他们的权力地位当然很独立了。所以呢，大化改新也要把贵族的经济基础削弱。怎么办呢？日本就模仿唐朝的均田制，相当于推行土地国有化，采取全国统一的税收和劳役制度。那听到这里呢，你可能有种感觉，这大化改新怎么都是仿效中国、仿效唐朝的呢？
事实也正是如此，日本的大化改新基本上完全以中国为模板，包括颁布的法典也几乎是照抄中国的，可以说是一次全盘中化。讲到这里你也明白了，大化改新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从政治上、经济上都对整个国家进行了一次重建。一般讲日本的大化改新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大化改新的重要性呢，不光在于这场变革本身，还在于它体现了日本这个国家的2大深层特点。先看第一个特点，就是在日本很难形成中央集权。我们刚才说了大化改新的背景，那就是天皇被长期架空。但有意思的是，1200年以后，日本另一场重大变革，明治维新提出的口号，也是要让被架空的天皇重新拥有大权。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，怎么日本天皇又被架空了？实际上，这是理解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。日本的天皇很有意思，一方面呢，他被说成是天神的后裔，好像高大神圣的不得了；另一方面，又经常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，不断被贵族、权臣、武士集团等等架空。中国秦汉以后皇帝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呢，日本天皇可能从来都没有享受过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里就要说到日本和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别了，那就是地理环境。你要看地图会发现日本没有大的平原，最大的关东平原只有16000平方公里，也就是北京各个区加起来那么大。更重要的是呢，日本国土的76%属于山地丘陵，小规模的平原、盆地都被隔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，分布在全国。你注意在古代，这种地理特点不光阻碍各个地方之间的交流，而且呢，会形成一种政治经济后果，那就是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都很容易自成一体，中央权力很难有效延伸到地方。另外，中国是大陆国家，容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侵袭，而每一次这种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呢，实际上都是对原来世袭贵族和地方豪强的一次扫荡。但日本是一个岛国，从来没有被哪个外来民族成功入侵过，所以他那种世袭贵族、地方豪强的势力就基本不受外力冲击，往往能经历持续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沉淀，形成一种非常牢固的权力结构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强大的中央权力就更难形成了。那听到这里你可能有个疑问日本实行中央权力的阻力那么大，那前面说的大化改新最主要的目标中央集权到底有没有实现呢？坦率地讲，它只是部分实现了这个目标。贵族势力、地方势力在大化改新之后的日本呢，仍然很强大。举个例子上面我们讲了大化改新仿照唐制建立了行政官僚体制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天皇任命的那些官员还是从贵族世家中选择的，本质上只是用一批新的贵族代替老的贵族掌权。我这里多说一句你应该很容易想到，这样的官员选举方式呢，就形成了门阀政治。它的意思有2层，一是几个大家族或几大势力共同掌握或者说瓜分政治权力，很难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；二是这些家族呢，往往代代相传，延续这种政治权力。我这里强调一下，门阀政治是理解日本国内政治的关键。这种情况呢，不光贯穿了日本的古代史和近代史，即使在今天的日本政坛上，你还是能够看到这种印记。好，除了很难形成中央集权这个特点以外呢，大化改新还体现出日本的第2大特点，那就是对于这场变革有着空前的主动性，这一点也是理解日本的关键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日本大化改新基本上就是一次全盘中化，是在非常努力地吸收隋唐的文化。但日本和朝鲜半岛、越南不一样，它和中国并不接壤，并不直接面对中华文明的辐射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对中华文明的模仿和学习，实际上比其他的地方更加主动。这是日本这个国家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。
1200年以后呢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则是极其主动地向西方学习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呢，曾经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，叫做《菊与刀》，可以说是研究日本的必读书。书中啊就有这么一句评价：在世界历史上，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呢，如此成功的、有计划的吸取外国文明。这种日本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啊，也是我们课程理解和观察日本的一个重要视角。好，这一讲的内容呢就到这里，我给你做个总结啊。这一讲我们说到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大化改新。这次变革日本实际上完全以中国的隋唐为模板，可以说是一次全盘中化。这次变革呢也反映出了日本的两大特点：一是很难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，二是面对外部优秀文化有着极强的学习主动性。不过你也要注意，对于日本的这种特点，我们也不要夸大。这种吸收外国先进文明的主动性，并不是说日本这个国家天生爱学别人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日本作为一个靠近大陆的岛国，它对外来刺激是高度敏感的。实际上，日本大化改新的全面推进就和一次外来刺激有很大关系。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说的中日第一战——白江口海战。